我不是讲了我妹是那种人。我已经过了做美印记的年纪了。小心啊！那是神仙笔，地上的一个字就是一道气，一会儿气随笔出，他想寻你的窍门。多嘴！二爷，速速离开！苏公子，救命之恩来日必报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。起！神仙笔，怎么写都是死的事，因为今日是你死期，神仙也难救。哎，小心啊！哎呀，这下糟了！这怎么还下死手呢？小心！苏委员，你干嘛呢？空有件神仙笔，你不要命了？不愧为吴建成曾经的少主，居然会指剑。只是这门剑术伤人伤己，若久不练，一指成剑便废一指。所以我还有9指，便能挥9道剑气，3道剑气杀一人，足矣。是你父亲带我来的。哎，我作证啊，苏公子真的只是听曲儿。啊，难道苏母真是无辜的？那是自然。当机立断。二爷，帮我照顾白神医。哎，好。大家还有机会插嘴啊！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先生，涂在你那根受伤的手指上。多谢。
白神医。白鹤怀要往新买草的小师叔。啊，哦，久仰久仰。久仰什么久仰？我在江湖上根本就没有露过面，净说瞎话。所以你方才说的话，我也不信了。哎，不是我，哎，姑娘，你这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白神医看起来好像不太担心苏公子。那是自然。当苏沐雨手中握住剑的那一刻，一切已成定局。还不下来帮忙？哼，来了。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无须之阵。援兵来了。来的人都是谁啊？暗河大家长，暗河穆家家主，还有……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着急跑什么？看完再说。啊！哎呀，那个白神医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啊！苏沐雨，苏家主，没想到最后竟会被我的醉梦蛊制住吧？给我住手！苏昌河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救苏沐雨？苏昌河，若想救苏沐雨，便好好听从我们影宗的安排。他中毒了。他中了醉梦蛊，就算他是大罗金仙，也用不了半点武功了。真气温和绵软，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永不会苏醒的醉梦。是醉梦蛊没错，你们俩做的不错。来人呐，把苏沐雨关入影狱。是。不过，怎么只有你们2个人？地官呢？他死了，毕竟想活捉苏沐雨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可惜了。天官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兄弟死了，宗主只言一句可惜。可对我而言，却不仅仅是可惜这么简单。我不想说，宗主又何苦问呢？原来如此，倒是易某有些冒昧了。对了，易宗主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哦，什么消息啊？暗河大家长苏昌河，他入天启城。禀殿下，方才教坊司中出现械斗，双方分别是影宗的三官和苏沐雨。随后暗河大家长苏昌河赶到，但为时已晚，地官被苏沐雨所杀。苏沐雨中了醉梦蛊，已被影宗带走。影宗那帮废物，居然也有得胜的时候。我们与影宗合作，不过是把影宗作为暗河的磨刀石，覆灭影宗，同时为了暗河这柄更锋锐的刀罢了。
但是三光武功很强，不逊色于暗河家主，只是他们之前的态度似乎并不想与暗河发生正面的冲突，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这隐喻之中，怎么空无一人？哼，曾经的影宗是天启城的影子守护者，可当光明最盛，连黑夜都能被照亮的时候，也就不需要什么影子了。如今的琅琊王掌控着守护天启、守护北离的权利，那么影宗这里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必要收押犯人，甚至有的犯人刚到这里没多久，便被琅琊王给提走了。难怪义卜这么想杀死琅琊王。哼，中了醉梦蛊还能说话？这醉梦蛊不比一般的毒药。这几个时辰，我已经试图运起真气，突破体内那道枷锁，可是到现在，依旧只能勉强说话罢了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最得意的东西了。三关之中，你最为特别。除了水关之外，你可还有别的身份？我叫苏恨水，我想为自己而活，而不是端坐在神殿上的一座雕像，一柄别人手中的刀。我明白了。18剑阵，起！痛快，痛快！18剑阵，你这些剑还不足以对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。细剑，正是，他在吸走我的剑气。原来，这便是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给我走！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阵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阎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你的阎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10殿，一殿一生死，
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，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笔棉袄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，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渊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在这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哼，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至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
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面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寨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八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。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，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安河。好。倒是像鬼窥案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墟大阵，想来
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之剑，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，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捏面暗器，
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幻术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术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了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校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
贺药府到了。你的县尹讲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那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恢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
觉得这里面有鬼哎。姑娘莫怕。大家长，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，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方舟里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哼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，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强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。
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，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啊，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也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应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！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！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驿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
只有一种可能，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线？谢家的风舞一之刀，不错，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铺路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错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磨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，
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令箭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和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而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100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的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
震撼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黯然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是你挣扎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都算是家了，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能趟破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憧憬？你成为一点光，心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丢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回归庵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划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？你成为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